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真正史诗级的话题，一部宏大宇宙叙事的终极结局——善恶之争的最后一章。这可不只是一个故事的结尾，它讲的是关乎整个宇宙的最终审判，是正义的完全胜利，也是一场决定永恒的终极之战。那么，问题来了，这场贯穿了人类全部历史的善恶之争，它到底是怎么收场的？所有的冲突、痛苦还有罪恶，又是怎么被彻底解决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索的答案。好，那故事的最后一幕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一个长达1000年的时期结束之后。就在这个时候，宇宙历史迎来了一个超大的转折点，第二次复活。这一下可就把善与恶彻底分开了。哇，你看这个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让人非常震撼。一边呢是得救的义人，他们复活之后是永恒的青春和荣美；而另一边呢是失丧的恶人，他们从坟墓里走出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疾病和死亡的印记，而且人数多得像海边的沙子一样。这就是两条路，两种命运，最终的结局。这些复活的恶人呐，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叛逆本性可以说是一点儿都没变，所以他们立刻就成了撒旦最后阴谋的棋子。撒旦跟他们说，我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是我把你们从坟墓里叫醒的。他这么一煽动，这支庞大的军队里面甚至还有古代的那些暴君呐、征服者呀，全都集结起来，准备向圣城发起最后的总攻，就想着能把整个宇宙的统治权给抢过来。就在这支庞大的叛军把圣城团团围住，一场决定宇宙命运的大战看起来马上就要爆发的时候，整个宇宙的焦点突然变了。这已经不是一场军事冲突了，而是升级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宇宙的最终审判。就在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圣城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洁白的宝座，带着无穷的威严。所有的人，不管是城里得救的义人，还是城外叛逆的恶人，全都站在这宝座前，面对着他们的创造主。紧接着，一幅宏伟的全景画面在所有人面前展开。这幅画面展示的正是那场持续了数千年的善恶之争的全部历史细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决定都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全宇宙看。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向全宇宙证明一件事：神的品格是绝对公义，并且充满了慈爱的。这就是整个故事最核心的地方了。每一个灵魂都会亲眼看到自己一生中做过的所有选择，并且要直面他们曾经一次次拒绝的救赎。从人类最初的堕落，到后来整个救赎计划的每一步，一直到十字架上那个震撼全宇宙的牺牲，所有一切都像电影一样，在他们眼前一幕幕重现。好了，当这幅历史长卷完全展开，这场宇宙级的回顾就把整个故事推向了最高潮，也就是最终宣判的时刻。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谁也无法辩驳的时刻，在绝对的真理面前，连撒旦和他所有的追随者都被迫低下头，亲口承认神的判决是完全公义的，找不出一丝一毫的错处。就在这一刻，所有关于神品格的疑问全都烟消云散了，他的爱和公义得到了永恒的证实。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质疑的声音，只剩下这一个，也是最后的承认。那么，判决立刻开始执行，有熊熊烈火从天上的神那里降下来，吞噬了一切罪恶。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可不是那种永无止境的折磨，而是罪和罪人的彻底终结，是一场完完全全永不复返的毁灭。从神学的角度看，这种彻底的根除意味着罪恶的问题被永久解决了，而不仅仅是惩罚。你看这个数字0，这就意味着在最终的结局里，罪恶不是被简单的关起来，而是被从宇宙中彻底抹除了。就像我们把一块写满错误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这场竭尽一切的大火，也为整个故事的终极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那就是一次彻底的、焕然一新的再创造。毁灭的终点，恰恰就是新生的起点。就像启示录里预言的那样，地球在这场烈火中被炼尽，所有罪恶和咒诅的痕迹都被彻底清除。
一个完面如初、重获新生的世界就此诞生了。那在新天新地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想想看，那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人们可以和神面对面的交流，还能亲手建造自己的家园，栽种葡萄园。知识和喜乐会随着永恒的岁月越来越多，整个宇宙都联合在和谐与爱之中。所以你看，这部宏大的史诗《善恶之争》，最终就在全宇宙所有受造之物同声的赞美之中落下了帷幕。这宣告着宇宙的和谐已经完完全全，并且是永远永远的恢复了。好了，我们对这个史诗终章的解读就到这里。这个故事的结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终极正义和彻底恢复的宏大画面。它不仅宣告了所有冲突的结束，更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在这场善与恶的争击中，我们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